欢迎来到智慧星球，智慧值得传播。祝您听书愉快。今天我们解读的书叫《金字塔原理》，副标题是思考、表达和解决问题的逻辑。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9万字，我会用大约22分钟的时间和你分享这本书的精髓，如何清晰地思考问题，表达观点。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你可以有逻辑、条理地表达一下你想说的吗？或者我们会说，这个报告能做得更有条理一些吗？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能说得更清楚一些吗？这种清晰思考问题、表达观点的能力，其实就是逻辑能力。逻辑能力几乎是一切思考能力的基础。要做到在想问题的时候能够条理清晰，表达问题的时候又能够言简意赅、直抓重点，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讲清楚我们的观点呢？答案是有的，就是今天这本书《金字塔原理》。金字塔原理最早是由知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的咨询师芭芭拉·明托提出的，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因为对咨询公司而言，如何高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过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没有一套简单易行的方法教我们做到这一点，直到芭芭拉·明托总结出来金字塔原理。芭芭拉·明托是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第一位女咨询顾问。她加入麦肯锡之后，公司认为她在写作和表达方面是一把好手，就安排她去帮助那些不善于表达观点的咨询师提升他们这方面的能力。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她就逐步地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的金字塔原理。现在金字塔原理已经成为麦肯锡公司的标准，甚至已经成为咨询业的实际标准，并被众多的国际知名企业、世界知名院校用来对员工、学生进行培训。到今天，金字塔原理已经畅销40多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数次再版，常常登上各国图书的畅销榜。金字塔原理究竟讲了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从3个方面来聊这本书。第一，什么是金字塔原理？第二，金字塔原理来组织思想的方法。第三，如何让别人对我们分析出来的观点感兴趣。好，让我们一一来看。先看第一条，什么是金字塔原理？总的来说，金字塔原理就是我们组织思想的工具，而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思想也是需要被组织的。举个例子哈，想象一下，现在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 这个时候你的秘书来给你汇报工作，他是这么说的：负责营销的刘总，他说明天不能来参加下午3点的会议了，而负责研发的王总不介意晚点开，后天也可以，明天也可以，可是明天10点半以前他没有时间。而负责产品的马总说，他明天晚些时候才能从上海回来，而明天的会议室已经有人预定了。不过礼拜4的会议室还没有定，所以我们的会议时间定在礼拜4的11点，您看可以吗？如果你是 CEO， 是不是这个时候已经被秘书的介绍快整晕了？为什么？这就是因为秘书的思想没有经过组织。我们用金字塔原理重新组织思想之后，秘书的汇报可能就会变成这样：老板，您看，原来定在今天的会议改在星期4上午11点开怎么样？因为今天的时间，营销老总刘总他没办法参加，而其他领导能配合的时间就只有这周4了，而且这周只有周4的会议室还没有被预定，所以你看，这会议改到周4上午11点可以吗？这一次你再听秘书的介绍，是不是就清晰了很多？为什么前后2次会有这样的差别呢？答案就在于后者用了金字塔原理。什么是金字塔原理？用一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归纳出一个中心论点，而这个中心论点又可以由3到7个分论据进行支持。每一个论据它本身又可以成为一个小论点，同样也可以被3到7个论据支持，这样重复往返，就像一个金字塔一样，所以就被称为金字塔原理。这时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我们高中时候学写议论文的方法吗？最开始有一个论点，然后下面用分论据来论证。说起来呢，其实还真的挺像的。不过金字塔原理在具体应用起来有很多注意的事项。比如作者说要强调结论先行。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表达观点的时候呢，要优先说出你的结论。就像我们刚才举例秘书汇报工作的时候，首先要汇报的就是结论，把会议改到星期4上午11点。为什么要结论先行呢？这就和我们大脑的运作方式有关了。大脑如果提前了解了一个结论，它就会自动的把接下来听到的各种相关信息归纳到这个结论下面，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反过来，
如果我们听别人介绍观点的时候不知道结论，大脑就会很困惑，一直要试图弄清楚你讲的各种观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想讲什么问题，理解起来就非常困惑。就像第一次秘书介绍情况的时候，不介绍结论，一直直接介绍各种论据，我们听起来就很费解。所以结论先行很重要。其次还有一个注意事项，那就是每个论点下面的论据不要超过7条，一般而言4-5条论据就足够了。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没办法同时记住7个以上短期记忆的事情。比如你出去要买报纸，就顺便问了一下你的爱人，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忙带的吗？这个时候你爱人说，太好了，我想吃葡萄，你买点对了，顺便买点牛奶。你说好的。刚要走出门的时候，他又说，对了，咱家土豆也不够了，鸡蛋也没了，你把土豆鸡蛋买点，对，胡萝卜橘子咸鸭蛋各买点吧。等你出了门，他又补了一句，对了，不要忘记再买点苹果。你终于问，还有吗？他说没了。对，再加个酸奶吧。好，请问现在你去了超市之后，还记得爱人让你买什么东西吗？我想绝大多数人是记不住的。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大脑没法同时记住超过7个以上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作者说，任何一个论据不要超过7条，而是当你觉得它要超过4-5条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把它们归纳到不同的类别里，这样才能帮助我们记忆。比如我们可以把刚才要买的东西稍微归类一下，就容易记忆了。你可以告诉自己要买水果、蔬菜和奶蛋产品这3类，而水果就是葡萄、橘子和苹果，而蔬菜就是土豆、胡萝卜，奶蛋产品就是牛奶、酸奶、鸡蛋、咸鸭蛋。你看这样重新组织是不是就容易理解和记忆了？因此金字塔原理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分类关联的过程，而金字塔原理的论据不要超过7条。最后还有一个注意事项，那就是每个论点一定要言之有物，有思想。这一点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容易出问题。比如我们经常开会或者写文章的时候会用到类似的句子，我们公司现在存在3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总结一下我们前一段项目的成功经验有3个原因。像这样的观点，作者说其实这种句子都是言之无物，缺乏思想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你刚才说的2个问题、3个原因之间获得任何有益的信息。事实上，一旦用这样言之无物的方式来做一个论点的话，那说明你是没有充分思考清楚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有一次芭芭拉明托看着他的同事写一篇报道，题目是公司在组织管理方面存在2个问题，接下来就长篇大论来论述这2个问题。当时芭芭拉明托就跟他说，你这样的题目做论点其实是没有深入思考的，这2个论点是言之无物的。他的同事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重新思考之后，把他的论点调整为公司存在的主要组织问题是没有充分授权。你看，改成这个论点以后，别人立刻就知道你接下来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下次你再给公司提意见、写总结的时候，就不要写我们公司在员工管理方面存在2个问题这样写都是言之无物的。你可以写得更好，比如说我们公司在员工责任和相应的激励制度上不匹配，导致绩效较低。这样的题目观点就有价值得多。这就是金字塔原理的一个整体的介绍。结论先行，每层结论下的论据不要超过7个，每一个论点都要言之有物，有明确的思想。不过如果我们仅仅是知道了金字塔原理究竟长什么样，显然还不够，因为真正支持金字塔原理能够立起来的是那层层论据，也就是我们为了分析问题而重新组织的思想。那我们该怎么重新组织我们的思想，让它成为一个金字塔结构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2个部分，组织思想的方法。其实表达有逻辑，除了要把结论先行亮出来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分析问题要有逻辑，逻辑要清晰。那怎么做到呢？书中就提供给了我们一套分析组织思想的套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想象一下，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西游记》的场景，扮演的是孙悟空。这个时候猪八戒又要分家产了，他说，猴哥，师傅又被抓走了，我们来分行李吧。猴哥你怎么回答？其实这个问题和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组织你思考问题的思路，这时就可以用到这本书中提供给你的方法了。
有4个逻辑顺序可供你把它当作武器来回答类似的问题。这个武器分别是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重要性顺序以及逻辑演绎顺序来分析。时间顺序就是说，你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问题的分类。比如你可以和猪八戒说，我们就按照加入取经团队的先后顺序来挑选行李吧，我最早，你其次，沙和尚第三，按时间顺序先后挑选就是一种解决办法。你还可以按第二种解决办法，那就是空间顺序。所谓空间顺序，也就是结构顺序。比如我们按照地域划分是北京、上海、南京，或者按照部门划分市场部、研发部、技术部，这些都是空间划分。你可以跟猪八戒说，我老孙文化程度比较低，那些经书就归我了。你猪八戒比较好吃，那吃的东西就归你。沙和尚这个法术比较差，回家起来比较艰难，那交通工具白龙马就归他了。这就是按照空间或者结构顺序来划分。你还可以按照第三种重要性顺序来划分。比如我们上车的时候会看到提示老弱病残孕优先，这就是一个重要性顺序嘛。女士优先也是重要性顺序。你和猪八戒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按照团队当中的贡献多少来选行李吧。打妖怪最多的孙悟空，其次猪八戒，然后沙和尚。我们可以按照这个重要性顺序来挑选自己喜欢的行李。所以你看，我们对八戒分行李的要求就至少有了3种解决方案。前面提到的时间、空间、重要性顺序，它们都可以称为归纳法，也就是把各个论点的相似之处找到，集合到一块儿。比如它们都是时间的关系、空间的关系，或者都是重要性的关系，把它们进行汇总。那除了归纳法之外，还有一种分析的方法，就是演绎顺序。所谓演绎顺序，就是我们常说的3大段：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比如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结论就是苏格拉底会死。演绎法也是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不过作者芭芭拉明托说，我们能不用演绎法的时候就尽量不用，因为用这个方法表达观点对听众的要求比较高，听众需要比较高的注意力才能区分大前提、小前提，并进行一次推理，所以用演绎法比较不容易让别人理解。不过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用到演绎法，比如刚才在那个分行李的案例当中，演绎法就可以这样去分析：团队行李是整个西天取经团队在创业路上累积的资产，那在分家的时候就要按照大家的贡献来进行划分，这是一个大前提。而小前提是在创业团队中贡献的顺序排序是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那结论就是按照孙悟空优先、猪八戒其次、沙僧最后这样的原则来划分。你看，我们用演绎论证的方法也可以把行李给分了。所以这个时间、空间、重要性以及演绎方法，就是我们分析问题、组织思想的4个重要工具。有了这4个方法，我们在思考问题、组织观点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我们有一个观点想要让别人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用时间、空间或重要性的顺序进行整理，这样别人听起来就非常清晰。也有一种情况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但脑子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线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仍然可以用前面提到的4个方法，把你头脑中各种线索关系梳理一下，看看他们用哪种方式可以把头脑中的信息串联起来。比如是时间、空间、重要性，还是逻辑演绎的顺序，帮助自己推导出一个结论。所以组织思想的4个逻辑顺序，我们既可以用自上而下的形式，也就是先有上层的结论，然后再梳理下层的论据，也可以用自下而上的形式，先把下面各种想法列出来，然后找关系总结出上层的结论。关于组织思想，最后还要提醒一点，就是不论按照哪个结构顺序来找出的论据，其实都有一个很高的要求，看这些论据是否符合 MICE 法则。 MICE 法则是说，每一个论点下面织成的论据都是应当彼此相互独立又完全穷尽的。也就是说，你的论据不遗漏，不能耽误事儿，不重叠，不做无用功，这样的论证才是清晰的。比如你要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小王的工作能力很强，你要用重要性的顺序给了3个论据。第一，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他总能按时完成，
第二，他和同事的关系都很好。第三，他从来不延误工作交接时间。你看，这3点可能就是按照重要性顺序来排列的。不过，如果用 MISEI 法则检查的时候，他就不合格。为什么呢？他不符合相互独立、完全穷尽。比如，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和不拖延交接任务，其实就是有重合的。其次，这3点也没有穷尽一个有能力工作人的要求。比如，没有提到工作质量的问题，也没有提到他学习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而这些可能都是评价一个人工作能力是否强的重要因素。他缺失了这些，就不符合 MISEI 法则的要求。因此，一方面我们组织思想的时候要用这4个分析套路：时间、空间、重要性和演绎顺序去分析；另一方面还要用 MISEI 法则来检查是否相互独立、完全穷尽。这才是组织思想的方法。我们通过金字塔原理的方法把思想组织了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结论和分析。可是别人会不会对你的分析感兴趣？人家愿不愿意听呢？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第3部分讨论的就是如何让别人对你的观点感兴趣。这一点其实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想要清晰地表达观点，影响别人，首先要让别人对我们的观点感兴趣。如果你跟领导说，领导，今天聊聊给我加工资的话题吧，这个时候领导立刻说，我还有个会，咱们回头聊啊。你看领导根本不想听这个话题，那你分析的再多也没有用啊。那怎么样才能让领导对你提到议题感兴趣呢？作者就提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叫做 SCQ 法。 S situation 背景， C complication 冲突， Q question 疑问，也就是背景冲突疑问法。在作者看来，如果要让别人对我们提出的观点感兴趣，那就一定要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引出我们的观点。而用讲故事的方法引出观点，那是有套路的。这个套路就是刚才提到的背景冲突和疑问的方法 SCQ。 我们先来说一下 SCQ 都是什么意思。先说 S 背景，也就是你要向对方介绍一个观点或分析一个问题之前，要向大家先介绍都共同认可的背景信息，就是用所有人都了解的基础信息来引出话题。我们给小孩子讲过故事的话，就会知道世界上最好的故事其实就是孩子们已经听过的故事。我们先引出一个大家都没有疑义的观点，然后在大家认可之后提出我们想要引出的观点，让观点引出的过程波澜起伏才精彩。那怎么波澜起伏呢？答案就是 C 冲突。一个戏剧好不好看，关键在于它的冲突设置的好不好。而我们一个问题能不能引发别人的兴趣，也来自于这个冲突设计的好不好。我们这里说的冲突不是说要吵架不好的事情，它是说我们需要设计在读者已知的背景信息之上，如何告诉读者在这种背景下可能会产生什么问题，进而让读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比如，如果你让领导想要听你加工资这个议题，你就要设计一个冲突，让领导对加工资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有疑问，他就愿意往下听。所以这个过程就是 SCQ 背景冲突疑问分析法。我们就以你想让领导加工资这个话题为案例来演示一下怎么应用。第一，设置 S 先讲背景。领导，最近公司的出勤率可是明显下降呀，员工的效率也在降低，我们得想办法提一下大家的工作士气。那领导一听真是这样的，那你就建立了第一次的认可。接下来你就要设置冲突 C 了。不过用什么方法来激励员工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用对了方法，那就能花小钱起到大作用。你看，这就是在一个已知的话题之后设置了一个冲突。接下来你就要引出疑问了。那对我们而言，就是要找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大家工作效率低呢？找到了这个答案，我们就能有的放矢的解决问题嘛。这个时候你就给他设置了一个疑问，对呀，我们的问题在哪儿呢？讲到这儿，你的 SCQ 故事就讲得差不多了。这时你就可以引出你用金字塔原理分析出来的结论了。我们经过广泛的研究和分析，发现我们公司现在在各种因素当中最缺的是涨工资。当然了，你要真的跟老板论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能这么简单的分析引出，而是你要把前面我们分析的论据用可能的时间顺序、结构顺序和重要性顺序或演绎的顺序，把这件事的论据清晰的展示出来，告诉他
涨工资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哦。所以我们这里想说的是，如果你能够用 SCQ 的方法，让你的老板愿意去听一个他过去都不愿意听的涨工资的话题，那你其他的问题是不是也一样可以解决？其实这个 SCQ 的方法就是利用了我们大脑对事实产生的冲突带来的好奇感，激励我们读下去的，和我们愿意听故事是一样的道理。芭芭拉明托把这个设计故事的方法引入到了一个论证观点的过程当中，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好了，上面就是这3部分的主要内容，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什么是金字塔原理？金字塔原理就是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归纳成一个中心论点，在每个论点下面又有不超过7个论据来支持，每个论据都可以成为下一级的论点，如此往复就形成了金字塔结构。这个金字塔原理你要注意3个方面。首先，结论先行，其次，论据不能超过7个，最后每一条论点都要言之有物，不能空洞。第二，作者教我们组织思想的方法可以用时间、空间和重要性以及逻辑演绎的顺序，同时每一个支持的论据都要严格按照 Mises 的法则，互相独立、完全穷尽的原则来检查。最后，我们怎么样让别人对我们分析出来的结论、观点感兴趣呢？要用 SCQ 法，背景、冲突、疑问的设置，激发大家的兴趣。最后，我们再多说一句，金字塔原理是咨询方法的一个重要基础工具，不过这个工具也有它不足之处，那就是金字塔原理的层层构架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结论和论据之间永远是结果和原因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其实有很多问题，它不能抽象成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更复杂、相互影响的系统关系。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时，简单的金字塔原理解决起来就有局限性，很困难。那怎么办呢？要用系统思考。此前每天听本书节目讲过第5项修炼，这本书就是对系统思考这个话题深入的探讨，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听那期节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请订阅智慧星球听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智慧值得传播，开启美好未来。谢谢您，再见。